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很多学中文的朋友都遇到过的坎儿。就是你是不是觉得，听中文好像越来越顺了？对，看个剧呀，听个首歌，甚至朋友聊天，好像大部分都能明白。是这个情况。可是，一到自己要开口说话，就感觉那个嘴巴像是被什么东西粘住了一样。形容的很形象。想说的那个词儿明明就在嘴边，但就是蹦不出来。对，心里那个急呀，然后那种挫败感，甚至会让你忍不住怀疑自己，就想我是不是天生就学不会说话？哎呀，这种感觉说真的太普遍了。我们今天参考的这份材料的作者就特别坦诚，分享了自己当年学英语也是这样。哦，他也这样？对，就是明明能听懂很多，但一要张嘴，就感觉那个大脑刷一下空白了，完全死机。死机这个词儿太到位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或者曾经正在经历这个阶段，首先你得知道，你绝对不是一个人。没错，材料里头有个比喻，我觉得特别戳人心。是什么？他说，感觉就像是你手里明明拿着一个装满了宝藏的箱子，但偏偏就是找不到打开它的那把钥匙。哇，这个比喻好。是吧？所以今天咱们这次探讨不是要给你上什么语法课，也不是硬塞一堆单词，对，更像是，我们陪着你一起借助这份材料，给自己打打气，找点共鸣。关键是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对，而且这份材料的核心观点，我觉得非常明确，也挺给人信心的。他就说，这种听得懂但说不出来的现象，是语言学习里头一个极其常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必经的。对，它根本不是你的问题，更不是说你能力不行。材料甚至认为这恰恰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积极信号都说不出来了，还积极？是他认为这可能是你马上就要突破那个瓶颈，要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信号。你这么一说，感觉心里好像，稍微松了口气，是吧？那我们不如就，深入看看这份材料到底是怎么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呢？就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出现这种输入和输出的巨大反差呢？行。材料分析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稍微提到的输入和输出这两者之间严重的不平衡。不平衡。对，你可以这么想，语言学习有点像咱们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健身房？对，你通过听和读进行的这个输入活动，就好比是不断的给你的大脑补充营养，吸收知识，让你的理解能力这块肌肉越来越强壮。就像你说的，你可能已经听了几百甚至上千小时的中文了。是，感觉听力确实进步最快。对吧？你的耳朵、你的大脑已经对这门语言的声音节奏基本的模式非常熟悉了。这个是输入。这点我同意。有时候自己都惊讶，我怎么听懂这么多了？没错，但是呢，说和写这种输出活动，它就好比是需要你调动全身很多肌肉去完成的那种复杂的动作。比如举重或者体操。它不光需要你有那个肌肉力量，就是你的词汇量语法知识这些。更关键的是，它需要你有很强的肌肉记忆和协调能力。你想想看，开口说话，要求你的大脑在特别短的时间里，对，反应要快。是从你那个巨大的词汇库里筛选出合适的词儿，然后还要按照语法规则把它们组合起来，还得考虑用什么语气、什么语调，甚至还得看对方反应。没错，还要根据对方的反应随时调整策略。这整个一套流程下来，对大脑的那个处理能力和反应速度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么一听，感觉说确实是个技术活比那个听要复杂得多，难怪感觉那么难。是的，所以材料里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健身比喻。又来个比喻。对，他说，如果你在健身房光顾着疯狂的练习深蹲，就是对应咱们的输入。练腿。那你的腿部力量，就是你的听力理解能力，可能会非常惊人。但是呢，如果你从来不做，比如说引体向上或者卧推，就是对应输出。练胳膊，练上半身。
那你的手臂和上半身力量，也就是你的口语表达能力，自然就跟不上了啊。哎，这个有道理。你想，你可能听了1000个小时的中文，但你真正开口练习的时间加起来，可能都不到10个小时。啊，差这么多？很可能，这种巨大的练习量的差异，自然就导致了能力的差异。而且材料特别强调一点，这跟你聪不聪明、有没有天赋关系真的不大。主要是练得不均衡。对，主要是练习的侧重点不同造成的结果。明白了，这个健身的比喻我算是记住了，非常直观。就是说，口语这块肌肉，它得专门去练，而且得大量的练才能练出来。没错，但是，除了这个练习量不够，我感觉好像还有别的原因在里头，就是特别是心理上的。你觉得呢？材料里是不是也提到了这个？提到了，而且是作为重点分析的。这可以说是阻碍口语进步的另一个，甚至有时候是更大的一个障碍。哦，比练习量还大？有时候是，就是心理因素，特别是2种心态：完美主义和害怕犯错。啊，完美主义、害怕犯错，这个太对了。很多人呢，在准备开口之前，那个脑子里就已经开始演大戏了。材料里形容的特别有意思，说我们好像自带了一个小小的内部审查官。内部审查官，哈哈，这个说法有点意思。对，这个审查官呢，就在你准备说话的时候，就拿着个小本本在那儿开始挑错了。挑什么错？就想，哎，这个词儿用的地道吗？这个语法对不对呀？我的发音会不会很奇怪？别人会不会笑话我？天哪！结果呢，就是在这一连串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当中，我们就犹豫了，然后就错过了开口的机会，最后干脆就选择了沉默。天哪，这完全就是我的内心写照啊！每次想说点什么，脑子里就各种声音在那儿打架，然后最后经常就是算了，不说了。你看，所以呀，这种追求完美表达的心态，被这份材料直接称为口语进步的最大绊脚石。最大绊脚石。对，它让我们忘了语言它最根本的作用是什么？是沟通，对吧？又不是参加什么考试。是为了交流。是啊，现实生活中交流的时候出现一点小错误，比如说词用的不那么准，语法有点小问题，发音带点口音，绝大多数情况下，别人是完全能明白你想说什么的。好像确实是这样。大家其实更关注的是你想表达的那个内容，而不是你表达的有多么完美无缺。感觉好像我们对自己比别人对我们要苛刻的多了。没错，就是这样。材料你还用了另一个比喻，叫学走路。学走路？对，你想想，哪个婴儿是一开始就能跑得飞快的？肯定是先蹒跚学步，肯定要摔跤，对吧？那肯定的。正是这些错误，这些摔跤，才帮助我们找到那个平衡感，最后才能走稳，才能跑起来。学语言其实一模一样。犯错就是学习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必要的部分。你越是害怕犯错，就越是不敢说，结果反而就停滞不前了。明白了。所以一个是练习量不够，这个是硬件问题；一个是心理包袱太重，这是软件问题。那材料里还提到其他原因吗？比如说，环境因素。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生活在中文环境里头。是的，这个是第3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真实的语境，还有足够的练习机会。语境和机会。对，很多时候咱们学中文，可能就是在教室里对着书本学，或者用个 app 背背单词什么的。这些知识相对来说是比较静态的，比较抽象的。纸上谈兵的感觉。没错，材料里打了个比方，说你可能认识办理入住这4个字。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对，知道是 check in。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真的走进一家酒店，站在前台跟服务员说过这句话，那这个词组对你来说，它就没有真正的活起来，就很难在你需要用的时候能脱口而出。这个我太有体会了，很多词儿感觉是认识的，但就是没在实际对话里用过，真到那个场景了，这想不起来，是吧？而且口语能力的提升，它就像学游泳一样。哦，又来？对，光看书、听教练讲理论，那是远远不够的。材料说你必须得，下水去扑腾，去感受那个水的浮力，去练习划水的动作。口语也是一样的，它需要大量的，而且是有目的性的实践。
实践出真知。是，如果你生活的环境里很少有人说中文，或者你很少有机会能参与到真实的中文对话里去，那你的口语能力的提升速度自然就会受到影响。这个确实是很多学习者都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好了，那总结一下，这份材料分析下来，原因主要是有3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是输入远远超过输出，导致肌肉不平衡。第二个是害怕犯错这种心理障碍，包袱太重。第三个就是缺乏真实语境下的练习机会。没错，主要是这3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也确实是我们很多人面临的真实状况。那关键的来了，知道了原因，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份材料有没有给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药方？当然有。材料在分析完原因之后，重点就转到了怎么去突破这个瓶颈。他提出的第一个，也是反复强调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建议。最重要的一点。对，就是要调整心态，积极的去接受不完美，拥抱错误。听起来还是心理建设层面的。那具体要怎么做呢？核心就是要放下你心里那个追求完美的内部审查观，把它开除掉。哈哈，差不多。要对自己宽容一点，得不断的告诉自己，犯错是正常的，犯错是学习的常态，甚至是进步的燃料。犯错是燃料，这个说法挺新鲜。为了把这个心态能落到实处，材料给了一个特别简单，几乎可以说是零门槛的一个行动建议。是什么？快说说。就是每天跟自己说5句中文。每天5句，就5句，听起来好像不难啊。说什么内容呢？内容完全不重要，你可以对着镜子描述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不错，有点风。可以表达你当下的感受，我有点饿了，想吃面条。行。甚至可以非常坦诚地跟自己对话。我听力还可以，但是口语真的要加油练呢。自言自语。对，材料强调啊，这个练习的关键不在于你说的多完美、多复杂，而在于开口这个动作本身。重点是开口。对，目的是让你的嘴巴、你的口腔肌肉熟悉中文的发音模式，让你的大脑习惯用中文来组织想法，哪怕是最简单的想法也行。明白了，就只是为了开口本身，先降低门槛，把这个习惯养成。是的。材料相信啊，当你慢慢的克服了开口的恐惧，不再去纠结每一个小错误的时候，你的口语表达它就会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库一样，哗啦一下就出来了，开始自然的流淌出来。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行，这个每天5句，我感觉我今天就可以开始试试。那除了这个最基础的心态调整和开口练习，还有没有更进一步的策略呢？我记得材料里好像提到了什么舒适区和挑战区。是的，这个是第2个策略，可以看作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练习方法。材料建议啊，不要一开始就逼着自己去聊那些让你觉得压力特别大或者完全不熟悉的话题。别好高骛远。对，先从你的舒适区开始。舒适区具体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那些你本身就很有兴趣、很熟悉、很想聊的话题。我喜欢的话题。对，比如说你是个美食爱好者，那你就多尝试用中文聊聊你喜欢吃的菜呀，去过的哪个餐厅啊。你喜欢看电影，那你就试着用中文简单分享一下观后感。你爱玩游戏，那就找机会用中文交流一下游戏心得。对，这些我都有话可说。材料认为啊，就是当你谈论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的时候，你的那个表达欲望会更强。大脑调动相关的词汇也会更积极、更顺畅一些，这就能帮你先建立起开口的自信心。这个思路挺好的，从自己有话可说、有兴趣的地方开始。那挑战区呢？总不能一直待在舒适区里吧？当然，当你在舒适区练习的比较自如了，感觉信心足了一些之后，就要有意识的迈向挑战区了，去打怪升级了。对，可以尝试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任务，比如说试着用中文复述一下你刚看过的某个短视频的内容，或者给别人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家乡或者你的工作。材料特别提醒哈，
进入挑战区卡壳，想不起词儿，表达不清楚，这都太正常了。别灰心。对，千万不要因此感到沮丧。关键是，当你遇到一个词你不会说的时候，不要立刻就放弃。那怎么办？尝试用你已经会的那些更简单的中文去解释它，去描述它。绕个弯儿说。对，这个绕路表达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宝贵的口语实战练习。我明白了，就像打游戏一样，先在新手村练级，把装备打好了，再去挑战那些高级的副本。这个方法确实很人性化，是吧？那对于那些苦于没有语言环境的朋友们，材料有什么建议吗？我记得好像有个挺形象的说法，叫创造一个中文泡泡。对，这正是第3个策略。这个特别适合那些身边缺少中文交流环境的学习者。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既然外部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那我们就主动的为自己人工的创造一个沉浸式的中文微环境。哦，人工创造，听起来很主动。具体怎么操作呢？材料提供了几个特别实用的方法。首先一个叫自言自语。自言自语。对，充分利用你一个人的那些碎片时间，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做饭的时候、散步的时候、等车的时候。试着用中文小声地描述你正在做的事情，比如我现在在切西红柿，准备做个汤，或者这班车还有5分钟才来。就自己跟自己说，或者把你脑子里正在想的东西用中文说出来。这个好，随时随地都能练，而且还不怕别人听见笑话，对吧？其次呢，叫影子跟读 shadowing。 影子跟读就是找一些你喜欢的，而且语速比较适中的中文 audio 材料，比如咱们这个节目，或者有声书，或者一些影视剧的片段。你先仔细听1、2遍，然后呢，就像个影子一样，尽量同步的跟着那个音频模仿朗读。跟着读。对，关键是模仿，注意模仿它的发音、语调、节奏，还有停顿。材料认为这种方法对于提升口语的自然度和流利度帮助特别大。因为它在训练嘴巴。对，训练你的口腔肌肉和那个听觉反馈。影子跟读，这个我好像听说过，都说是个锻炼流利度的好方法。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积极的去寻找语言伙伴。语伴。对，现在网络很发达嘛，有很多那种语言交换的 App 网站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母语是中文，同时又想学习你母语的人。互惠互利。对，你们可以定期安排个时间，比如说每周1、2次，每次呢半小时说中文，半小时说你的母语，互相帮助，一起练习，这就能提供一个相对真实的互动交流的机会了。自言自语、影子跟读、找语伴，这些方法都挺主动的，确实是把学习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里。感觉只要坚持做，就算人不在中国，也能让自己的中文口语慢慢的活起来。是的，这个中文泡泡策略的精髓就在于化被动为主动，把中文口语练习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去，让说中文慢慢变成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听了这么多分析和建议感觉心里真是亮堂多了。在咱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特别重申一下，就是材料最后传递的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我觉得这对很多正处在这个听懂说不出阶段的学习者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你指的是关于如何看待听得懂这件事情本身，对吧？对。材料确实着重强调了，千万不要因为那个说不出的挫败感，而忽视了你其实在听得懂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就是这个意思。咱们仔细想想，能够听懂一门外语，听懂别人在说什么，这本身它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是啊。它说明你的大脑已经成功的解码了这门语言的声音系统，对吧？你已经储存了大量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在你的脑子里构建起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理解数据库。没错，这绝对是你长期努力付出的结果，不是凭空来的。正是如此。所以材料鼓励大家不要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在口语面前屡战屡败的初学者了。别妄自菲薄。
对，相反，你应该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的定位。你其实是一个已经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正在从一个理解者向一个表达者迈进的准高级学习者。准高级学习者，这个定位我喜欢。是吧？你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它不是停滞不前，而是那个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即将要发生质变的前夜。材料里那个爬山的比喻，我觉得也特别能鼓舞人心。是啊，他说这就像爬一座很高的山，嗯，你已经付出了很多的汗水，一步一步地爬到了半山腰。你往回看，哇，已经走了那么远的路了。是。往前看呢，山顶的风景其实就在不远处了。现在你可能觉得有点累，腿有点软，甚至有点想放弃。是会有这种时候。但是请一定记住，你已经克服了最开始的那段陡峭，你已经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这个时候放弃，那真的就太可惜了。有时候真的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的坚持。所以啊，这份材料最后想传递的一个核心信念，其实就是要对自己多一些肯定，多一些耐心。你要告诉自己，我能听懂这么多中文，这证明我的努力是有用的，我的基础是牢固的。口语暂时跟不上，只是因为这块肌肉还需要更多针对性的锻炼，这需要时间，但这绝不是无法克服的。我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一个起点，那接下来就是鼓起勇气，放下包袱，坚持练习。哇，这段话真的太有力量了。希望今天我们一起从这份材料里汲取的这些理解和策略，能够像材料作者期望的那样，让你在学习中文的这条路上多一份从容，少一份焦虑。最后也用材料里那句简单但是却充满力量的话送给你：加油，别放弃。加油！在加油的同时呢，我还想最后留下一个小问题，或许能帮你开启下一步的行动。什么问题？就是既然你已经通过听懂，在你的脑海里建立了一个如此丰富的中文世界，那么试着想一想，此时此刻你最想用中文去创造或者分享的第一件小事是什么呢？第一件小事。对，不必是什么宏大的计划，也许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一句想对某个人说的话，或者是一种特别细微的感受，把它构思出来，或许这就是你从理解真正迈向表达的第一步。